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老婆得了脑瘤，我怕她受不住打击，谎称得病的是我。和她商量卖房车治疗，她却说要问一下他妈。可问题是，车和房都是我买的。他妈接到电话，带着一群亲戚闹上门，索要离婚补偿费。我质问老婆是不是真要离婚，她却翻了个白眼。我当然是听我妈的呀，你不会以为我真的会留下来伺候你吧？我气得当场和她去了民政局离婚。我倒要看看这个女人发现得病的是她自己之后怎么办。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请假去医院拿回了我和老婆的体检报告。回家时，老婆正在敷着面膜边吃外卖边追剧。老婆，你怎么又吃外卖？冰箱里有我包的饺子，煮10分钟就能吃了。想着她的体检报告，再看着她一口口吃着重油重盐的外卖，我心情十分沉重。好在医生说是早期，很有希望治疗成功。洛雅头也不回。我妈说了，做饭这种事应该由老公负责。我吃外卖还不是因为你不在家。我在她旁边坐下，担心她接受不了真相，舍不得花钱治疗。我斟酌了下措辞。我们的体检结果出来了，你的一切正常，但是我查出了脑瘤。哦，很严重吗？会不会死？医生说现在有个新疗法，治愈率很高，治好后也不会有后遗症，你不用太担心。洛雅眼睛盯着电视，敷衍地问：那用新疗法要多少钱？我叹了口气，第一个疗程就要200万。我打算把房子和车子都卖了，如果还不够的话就贷款，等我治好了再想办法买回来。原本以为洛雅会心疼地抱着我哭，她却摔了筷子。卖房子？那我住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愣住了。老婆，你别激动，我年薪涨到100万了，很快就能把房子买回来的。洛雅翻着白眼，掏出手机打电话。一个疗程200万，你那点年薪有什么用？魏妈，江晨阳脑子长瘤了，说要把房子卖了治病。好，我听妈的，你赶紧来呀！我傻眼了，不仅仅因为洛雅的态度，还因为脑子长瘤的根本就不是我，而是她自己呀。我是看她性格不是很稳定，还总是无脑听她妈的话，才会说得病是我。等我把房子卖掉，筹够了钱，再告诉他实情，这样既能让他去治疗，也能避免他那个总喜欢听营销号乱说的妈出来捣乱。可我没想到他会是这种反应。可是不治病，我会死的。而且这房子是我婚前买的，我卖掉治病，不是很正常吗？洛雅直接把他没吃完的外卖砸我身上。房子是你的没错，但我也住在这里呀，你就只想着自己活命，不管我死活是吗？你也说了治疗费用高，卖房卖车可能都不够，到时候你去贷款，我作为妻子还得和你一起承担债务。再说了，到时候你去治病，我还得去伺候你。我看你就是我妈说的那种人，自己早就有病，骗来个老婆给你免费当护工。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洛雅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听到又是他妈作妖，火气顿时上来了。我从和洛雅恋爱的时候就知道他妈控制欲很强，每次约会超过2小时，他妈就会杀过来把她带回家。我想和她牵个手都会被拒绝，问就是他妈不同意。但因为我是孤儿，以为做妈妈的担心女儿也正常，就一次次忍了下来。结婚后，他妈变本加厉，成天教洛雅怎么提防拿捏我。3年来，所有家务都是我来做。有次我生病住院，回来时家里直接变成了垃圾堆。我问洛雅
怎么不在下楼的时候顺路丢个垃圾？他又搬出他妈。我妈说你想装病偷懒，让我别惯着你，你赶紧把家里收拾下。我和我妈去逛街，别让我回来的时候还能看见垃圾哦。门锁被打开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抬头一看，洛雅他妈刘凤仙带着一群亲戚，气势汹汹地进了我家。江晨阳，你凭什么要卖房？这房子也有我们雅雅的一份，你不准卖，你要死就死，别想拖着雅雅。离婚，必须马上离婚。他带来的亲戚也跟着附和。是啊，雅雅还年轻，总不能跟着你过苦日子。要么你保证不卖房治病，要么就离婚，自己要死就死，别想拉我们雅雅垫背。刘凤仙打断众人，不用跟他废话，就算他现在保证，我也不信。我家雅雅这么年轻漂亮，又没生孩子，再找一个条件好的男人还不容易。我看向洛雅，这个脑瘤的治愈率很高，治好后我还是能正常工作的，房子用不了多久就能买回来，我们夫妻一场。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我去死吗？洛雅撇撇嘴，我当然是听我妈的呀，你不会以为我真的会留下来伺候你吧？你要是真心爱我，不应该放弃治疗，把所有财产都留给我吗？我这才彻底明白，他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冷笑道：如果我坚持要卖房贷款治病呢？洛雅和刘凤仙对视一眼，那就离婚，你给我们一笔离婚赔偿费，我们就走。见我不说话，洛雅以为我不愿意离婚，想拖死他，立刻变脸。你别想从我这里拿钱，我一分钱都没有。我忍不住问，家里的存款呢？我每个月给你那么多钱都去哪了？刘凤仙轻蔑一笑，你果然是惦记雅雅的钱。告诉你吧，她把钱都给我保管了，我就知道你靠不住。雅雅，还是妈说的对吧？钱要拿在自己手里才行。洛雅连连点头，又给我补了一刀。要不是我妈说你爸妈死得早，不用我伺候，还留下这么多遗产，我才不会嫁给你呢。她抱住刘凤仙撒娇，还好我听妈妈的，一直让她吃避孕药，不然现在肯定不好离婚了。我一直以为洛雅不想生小孩，是还想和我享受几年双人世界，没想到这也是他妈的主意。我自认没有什么对不起洛雅的地方，谈恋爱时我就对她百依百顺，结婚后更是把她捧成了公主。她现在却说嫁给我是因为我爸妈死得早，留下了遗产，要不是看她有病，怕下手没轻没重打死她。我真想动手扇她和她那个不要脸的妈。我憋着一肚子火，重重地砸了一下餐桌，玻璃桌面瞬间碎裂，手上也被划出了血。洛雅和刘凤仙终于闭嘴了，害怕地往后缩。你要干嘛？你敢动手，我就报警，说你家暴。刘凤仙缓过气，掏出手机对着我一顿拍。看看这个人啊，我女儿就是想提离婚，他就要打人了。真不知道我女儿在这个人渣手底下受了多少苦啊！我被气得头疼。离就离，你少给我在这造谣。刘凤仙满意的收起手机，这才对嘛。雅雅和你结婚3年，你赔个30万不过分吧？还有这个房子也得分我们雅雅一半，就算个100万吧，彩礼的钱我们1分都不会退的呀。我女儿在你身上浪费了6年青春，这钱不白拿的。洛雅被他妈当个货物一样各种估价，依然一脸骄傲，觉得他妈说的对。我忍不住嘲讽，洛雅，你妈把你当货品你还骄傲？你脑子进水了？洛雅完全听不进去，你这种没爸没妈的人怎么会懂我和我妈的感情？你要是愿意放弃治疗，把财产都留下，我还能对你好到最后，让你走得安详。我对他的最后一丝感情也消失了，冷笑道，如果是你得了脑瘤，
你也能说出这种话？洛雅怒了，你敢咒我？你脑子长瘤是活该。我妈说你爸妈都是你克死的，现在你得这个病是你的报应。像我这样孝顺的人，怎么会和你一样长瘤子？而且要是我得病，我肯定不会连累家人。你倒好，居然想拖着我一起完蛋，你真自私。刘凤仙听了女儿的话，很是得意，大概觉得自己教女有方，立刻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这些都不用你操心，要是我女儿真有什么事，就算她不愿意，我也会砸锅卖铁给她治病。就算要拿我的命换她，我眼睛也不会眨一下。说得冠冕堂皇。去年洛雅做了个小手术住院，刘凤仙不但没来看望，还打电话来找女儿借钱打牌。刘凤仙对她的所谓关心，都是为了把她牢牢掌握在手里，好让她去钓金龟婿给自己拿钱。这样的人怎么会肯给她花钱治病？想通这点，我脑子里有了主意。好，那就离婚吧，反正也没什么好分的。刘凤仙冷笑一声：“做什么美梦呢你？房子、车子、存款全都得平分。你想让我女儿空手走人，我悠闲地靠在沙发上，那就不离了。我照样卖房治病，到时候债务我们平分啊。”亲戚们七嘴八舌地说要去法院起诉我，去我单位闹事，我依然是笑眯眯的。就算告到法院也没用，这些都是我婚前财产，你们打100年的官司都拿不到这钱。我顿了顿，至于去我单位闹，那更是随便你们，反正我都要死了。你们闹得越大，越多人知道我，没准我还能成为网红众筹到治疗费呢。几个人转过身嘀咕了一会儿，最后开价50万，要求和平离婚。我自己算了算，房车确实是婚前买的，但婚后收入还是需要平分的。我现在1年工资能有100万，50万的离婚补偿，在法院估计也说得过去。不如花这笔钱保平安，否则真要等他病发，治疗费要花掉我几百万，他们生怕我反悔，立刻押着我去了民政局。我和洛雅当天就办理了离婚手续，等1个月后拿证。洛雅拿着离婚回执，恶狠狠地瞪着我：1个月后别耍花样，不然脑瘤不让你死，我也让你活不成。呵呵，要死的是你才对。1个月过得很快，洛雅已经把家里能拿的东西都搬空了。我给她买的名牌包和首饰一件不剩，要不是大件家电是我婚前买的，估计她都能叫来搬家公司全搬走。洛雅带走的东西大多被刘凤仙卖了换钱打牌，不过她一点意见都没有，还觉得理所应当。刚在民政局领完证，走到停车场，就看见洛雅挽着个男人在我车旁等着。那男人斜着眼看我，递过来一支烟：“前辈，抽根烟。我是雅雅新交的男朋友，听说你快死了，谢谢你这么识趣，把雅雅让给我了。”我自嘲地想，幸好当初说得病的是我，不然我不仅要给洛雅治病，还要被戴绿帽。洛雅上下打量我，看你气色还不错嘛，我还以为你快不行了呢。可惜呀，你命还挺硬的，不给让我继承你的遗产的机会。见我盯着那男人不说话，他得意地笑了。我妈早就把他介绍给我认识了，他各方面条件都比你强，还比你年轻，身体更好。哦，你提醒我了，这次结婚前我一定带他去体检。男人拍着胸脯保证：“雅雅，你放心，我身体好着呢。你昨晚不就是过了吗？我要是有病还能这么强？”洛雅娇羞地捶了他一下：“讨厌！”我一个眼神都没给他。洛雅不服气，正想说点什么刺激我，手机就响了。他立刻接起：“对，拿到了，我这就给你转过去。”看来是刘凤仙等着要钱打牌。
我刚转给洛雅的50万，他就闻着味道来了。我这段时间查了查刘凤仙，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了赌博。洛雅这些年给他的钱都被他输光了，根本不像他说的那样帮洛雅好好的存着钱。现在洛雅把离婚拿到的50万也给了他妈，他最后一条活路都被自己堵死了。我看着离婚证，想着这女人到时候发现自己得病，肯定会赖上我，我得早做准备。洛雅最信任的就是他妈，那我就偏要劝她别信。雅雅，别把钱都给你妈，你妈用不上这钱，你才是最需要这钱的呀。洛雅气呼呼的当场给刘凤仙转了账，你少管闲事，我的就是我妈的，我要钱，我妈肯定会还给我的。我一脸忧心忡忡，雅雅，你去医院给这人体检的时候，自己也查查吧，万一身上有什么病可不好了。洛雅一脸怒气的扇了我一巴掌，那男人也急了，你内涵谁呢？老子身体好得很，才没那种脏病。我连忙摆手，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雅雅，我真的是担心你啊。洛雅已经懒得再听，你少在这咒我的事不用你管，我一定会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的。你个短命鬼，赶紧让开！那男人搂着洛雅撞开我，大摇大摆地开车离开。我绷住表情，直到离开停车场的监控范围，才露出讽刺的笑。这下你可是彻底完蛋了。接下来的2个月，我一直忙于工作。直到一个晚上，洛雅浑身狼狈地出现在我家门口。我打量着眼前这个憔悴的女人，她瘦了很多，也不像之前那样盛气凌人了。她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一见我开门就抓住我的手：“老公，你救救我！我查出脑瘤了，已经中期了，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我不耐烦地揉了揉太阳穴，没让他进门。你忘了我们已经离婚了？你不是有个条件更好的男朋友吗？还有你那个说要倾家荡产救你的好妈妈呢？洛雅的声音带着哭腔，低声啜泣着：“我妈，她把钱都输光了，知道我病了就要把我赶出门。我因为请了几天假去检查，就被辞退了，现在1分钱都没有。至于那个男朋友，他知道我得病就直接消失了。虽然他说的可怜，但我一点都不同情。我这些年给你打的钱，还有你那些名牌包和首饰，包括离婚给你的50万，你不都在你妈那存着吗？反正有转账记录，你去法院告他就是了。”我正要关门，洛雅却死死扒住门框。我妈也很难，她欠了一屁股赌债。你不是说过要卖房子治病吗？现在能不能顺便也帮我治疗？我真的不想死，我还不到30岁啊！可笑，她到现在都还觉得他妈不容易，这女人真是无可救药。我摇摇头，连你亲妈都不管你死活，我一个前夫凭什么管你？再说了，你自己不是说过吗？要是你得病，肯定不会连累家人，直接不治。怎么现在又想着要治病了？洛雅抱着我的腿，苦苦哀求：“老公，我们好歹夫妻一场，你忘了我们的感情了吗？”我真的知道错了，这几个月我一直在后悔，而且我们也算同病相怜啊。你现在气色这么好，肯定是找到好医生了。你把房子卖了给我治病，我们还可以复婚，一切都重新开始啊！我发挥平生最好的演技，忍住笑意。洛雅，其实得病的一直都是你，不是我。我上次就提醒过你了，你还扇了我一巴掌。什么？洛雅惊得忘了哭，随即变了脸色。你这个骗子，你早知道我病了，故意骗我离婚，就是不想给我治病。你好狠毒！说完，他又软了语气。上次你说的那么含糊，我以为你在说那种病，才没去检查的。但我不怪你，只要你现在肯给我治病，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一脸痛苦。我当时是担心你接受不了真相，怕你舍不得花钱治疗，才这么说的。我是真心打算卖房给你治病，可你听说我得病就迫不及待要离婚。我忘了和你说你的病，还不是你和你妈那天说了那么多刺激我的话，而且我们拿离婚证那天，我记起来提醒你了，可你是怎么对我的？我痛快地说出这些，洛雅却只听进去卖房治病几个字，如同抓住救命稻草般眼前一亮。对呀，你不是说过要卖房给我治病吗？现在不也一样吗？我估算着现在的证据已经足够避免洛雅赖上我了，便直接扒拉开了他，关上门休息去了。洛雅在门外哭闹了很久，直到邻居威胁要报警，才不甘心地离开。接下来几天，洛雅和刘凤仙来找了我好几次。刘凤仙知道我没病，还曾想为他女儿卖房后，立刻变了嘴脸，堵在我车前点头哈腰：“女婿啊，你既然没病，不如按原计划来嘛。我女儿心里可一直都有你呢。”“是啊，心里有我，床上却有别人。”这对母女的脸皮还真是一样的厚。我冷笑道：“你不是说要倾家荡产救女儿吗？怎么还来找我这个前女婿要钱？”刘凤仙嘟囔着说自己运气不好，钱输光了。见我没反应，又开始道德绑架，说到底，我女儿是因为你才得脑癌的，你总该负点责任吧？我头疼地按了按太阳穴，决定暂时避开两人，申请了去外地出差。反正洛雅也活不了多久了，就算他们再作妖，我也有办法应对。过了半个月，刚结束出差的我收到了同事发来的信息：“江哥，别来公司，赶紧回去，你前妻带着他妈和一帮亲戚来闹事了。”楼下围了很多人，我道了声谢，点开他发来的链接，是个直播网站，直播间的标题是江晨阳骗脑癌妻子离婚，丧尽天良。直播间已经有10多万人在线。洛雅和刘凤仙正举着横幅坐在公司门口的台阶上痛哭。洛雅似乎化了个素颜妆，看上去清秀又可怜，活脱脱一个病美人。她捂着自己的胸口，对着镜头哭诉：“我和江晨阳结婚3年多，感情一直很好，可没想到体检查出我有脑瘤。他拿到检查报告后，不但瞒着我，还骗我是他自己得病，假装深情地说要离婚，不想连累我。”说到这里，洛雅泣不成声。刘凤仙立刻掏出离婚证和医院的检查报告，在镜头前晃动：“我女儿多可怜啊！你们看看日期就知道她在撒谎。就算她不愿意给钱治病，要离婚，我也认了。但她怎么能隐瞒病情，害得我女儿延误治疗？他们说的半真半假，再加上哭得情真意切，网友们一边倒地相信了他们，弹幕全都在辱骂我：渣男，赶紧被雷劈死吧！这种好女孩怎么就遇上这种人渣？这不是谋杀吗？这种哄骗离婚应该判无效吧？”洛雅擦干眼泪，拉住刘凤仙的手：“妈，您别说了，她说的对，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骗我？直接说不愿意照顾病人，要离婚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耽误我的治疗呢？”这几句话说完，直播间沸腾了，大家纷纷开始砸礼物。“妹妹别哭了，我送你个火箭。别说了，我要给你捐款，谁也别拦我。这种渣男凭什么还能在大公司上班？应该开除他，让他在行业内被封杀。”小姐姐卡号发我。这个弹幕出来后，直播间突然黑屏，应该是被平台封了。直播间虽然被封了，但这两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网友们纷纷慷慨解囊，给他们打赏捐款。我看完直播，立刻找到了我的律师朋友，
看来之前准备的证据得派上用场了。他看完直播录屏后说，这种诽谤和敲诈行为，你可以直接告他们，索赔精神损失和名誉损失，而且你的证据充足，我有很大把握能帮你胜诉。我同意了他的建议，立即向法院提起诉讼。很快，开庭时间就定了下来。法庭上，洛雅还是那副病美人的模样。刘凤仙拿着厚厚一沓材料，神情严肃地和他的律师交谈。洛雅趁没人注意，偷偷走到我身边：“老公，我也不想搞成这样，只要你愿意卖房给我治病，再补偿我妈这段时间的精神损失，我同意和你私了。我还可以帮你在网上澄清。”真是好笑，他一个被告和我说什么他同意私了。我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气得他回到座位，和他妈又嘀咕了好一会儿。开庭后，我的律师首先发言，陈述洛雅母女捏造事实，开直播造谣诽谤，并借助直播间收取巨额礼物，行为属于敲诈。洛雅的律师紧随其后。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洛雅原本和原告江晨阳是夫妻关系，但在体检发现脑瘤后，原告不但隐瞒病情，还谎称自己患病，诱导我的当事人和他离婚。这种欺诈行为导致我当事人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他滔滔不绝说了20分钟，末了总结道：现在我的当事人还被原告以诽谤和敲诈的名义起诉，这样丧尽天良的行为，请法庭还我当事人一个公道。洛雅适时咳嗽几声，刘凤仙赶紧递了杯水，又抹着眼泪作证：我一直把女婿当亲生儿子看待，他怎么能为了钱骗我女儿离婚，还耽误我女儿的最佳治疗时机呢？轮到我方发言，我的律师不慌不忙地反驳：法官大人，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的指控完全是颠倒黑白。请看第1段视频，画面中，我正在餐桌上说自己得了病，要卖房治疗，洛雅却提出要和我离婚，并和刘凤仙轮番上阵刺激我，直到我气得砸破餐桌才闭嘴，并继续纠缠我，直到我同意离婚。我的当事人很明显因为被告的挑衅情绪失控，才没有说明得病的人是洛雅女士，并且是因为2位被告的威胁才同意离婚。再看第2段，画面切换到停车场的监控，我提醒洛雅顺便给自己也再检查一次，她却扇了我一巴掌，带着她新男友扬长而去。我补充发言，我还多次试图发信息、打电话提醒她去检查，只是她把我全部的账号都拉黑了。律师拿出提前打印好的聊天记录，证明我确实多次试图把洛雅的体检报告发给他，但信息全部被拒收。最关键的是第3段，视频显示洛雅后来跪在我家门口求救的画面。我询问这些年给他的钱和离婚补偿的50万到哪里去了，洛雅亲口承认被他妈刘凤仙拿去赌博输光了。你偷拍我，这是侵犯隐私！洛雅尖叫着打断视频播放。我平静地回应：那是你自己装的家用监控，你不记得了？就在你坚持要装满屋子摄像头监视保姆的时候。洛雅顿时语塞。刘凤仙见状急忙转移话题：就算有这些视频，江晨阳你也不该隐瞒病情，这耽误了我女儿多长时间，你难道不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吗？我的律师及时打断：法官大人，请看这份银行流水清单，被告给予原告50万离婚补偿款，完全可以用于治疗，但这笔钱在转入原告账户的当天就被转给了刘凤仙女士。不仅如此，
这些年，我的当事人上交的每一笔工资都被洛雅女士在第一时间转给了她母亲。看到证据确凿，刘凤仙突然改变策略。法官大人，这其实都是误会。只要江先生愿意和我女儿复婚，我们双方愿意私了，我保证把房子卖了给女儿治病，1分钱也不会再要。洛雅也含着泪水看向我，老公，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听我妈的话了，你救救我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我保证治好病后会加倍对你好。他的律师也硬着头皮继续辩解。从结果上看，江先生确实存在隐瞒我当事人病情的过错。如果双方能和解复婚，对彼此都是最好的结果。我的律师朋友面色严肃地提出反对。法官大人，我方提供的证据证实洛雅女士在婚前就有了出轨的意向，更何况我方当事人多次试图提醒洛雅女士她的病情，并且劝告她给自己留下治疗费，反倒是洛雅女士和我方当事人约定和平离婚，且拿到了50万离婚补偿，事后却在网络上抹黑造谣我方当事人，还收取巨额礼物。我方坚持上诉，要求被告公开澄清并赔偿我方当事人的名誉损失。法官很快作出判决，驳回被告全部诉讼请求，同意我方提出的解决方案，要求他们公开道歉、赔偿损失，并删除所有不实言论。我带着判决书离开法院时，看见洛雅瘫坐在台阶上失声痛哭，刘凤仙则一反常态地走得飞快。从那天起，我再没见过他们，但通过共同朋友，还是断断续续听到了后续。法院判决生效后，我联合公司公关部一起放出了澄清视频。当初辱骂我和公司的人纷纷删除了之前的言论，转头去喷洛雅母女，要求他们退钱。洛雅母女在网上苦苦哀求了几天，最终还是不得不归还网友的捐款，1分钱都没拿到。洛雅这才如梦初醒，开始跟母亲要这些年给她的钱。她请律师算了笔账，我上交给她的工资、逢年过节的红包、离婚补偿款，加起来将近200万。但刘凤仙早就把钱都赌输了，就先自己的房子都抵押出去了。不管女儿怎么闹，她依旧气定神闲地继续借钱赌博。得不到治疗费的洛雅病情飞速恶化，医生说她还能活1年，但她情绪波动过大，只撑了半年就要不行了。在死之前，她哄骗刘凤仙来医院，说自己给她留了一笔遗产。等刘凤仙走进病床，她突然掏出藏好的水果刀，狠狠刺向这个好妈妈。刘凤仙虽然保住了性命，却瘫痪在床。她的债主们闻讯而来，把她打了个半死，逼她还债。没过1星期，洛雅和刘凤仙就先后走了。好在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我现在全身心投入工作，年薪又涨了不少。虽然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依然相信爱情，但也学会了擦亮眼睛。遇到像洛雅这样的妈宝女，我一定会有多远跑多远。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